秤12月也是外出运、社交活动运以及表演运、子女桃花运很旺，那正好呢赶上了火逆和水逆，所以除了这些方面的活动它会变得频繁、变得红火，或者是话题度比较高以外，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容易在上述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和困扰，比如说你近期的这个行程很赶，每天都匆匆忙忙来不及，或者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也可能会遇到这种堵车啦、航班的延误啦，还有这种快递丢了呀，跟这种交通啊、车子啊、行程啊、物流啊、电子产品有关的一些事情，还有跟沟通有关的事，比如说遇到吵架，或者是天秤自己跟别人说话有些不顺不舒服，以及就是跟一些规则有关，可能让天秤恼火，也可能是别人觉得天秤你很不按照规矩来。水逆呢是从11月26日正式开始的，但是水逆的影响在11月末10天就已经存在了。那火星呢是12月7日开始逆行，火逆的影响呢是从12月初开始。简单来说呢，整个12月人际关系以及团体规则仍然是跟11月一样，是天秤需要重点留意的一些点。当然健康也是啊，毕竟水逆都容易体质变得敏感，但是天秤基本这次都是小毛病，比如说感冒啦、支气管啊、手脚一些小伤等等这种。你们在健康方面呢，其实不是水逆的重灾星座，你们更多的水逆影响是体现在交通啊，像这种人际关系等等其他水逆的方面啊。因为你们12月至少会有一个方面就是很亮眼、很突出，或者是你非常高调啊。就算你说我一直好像都是这样的，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啊，就是会觉得说你们比以前还爱炫、还爱表现，或者说你比以前好像更厉害了，就会有人看你们不爽，就说你们一些小话。而且很逗的是，因为星体位置的一个缘故啊，这些话都会传到天秤的耳朵里面，就是说他不是背地里说说就好了，你们是会知道的。那知道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些矛盾嘛，就会有一些心结，或者说话这种传来传去的那种。因此呢，12月天秤工作生活里面好消息是你容易有这种可以好好表现自己的机会，比如面试啊、比赛啊、演出啊，一般你都能够发挥得很出色，或者是天秤可以展示自己的一些方案啊、项目啊、成品。那挑战的地方或者说困难点呢，也就是在于说你们太出色了，所以呢，在团体活动、团体工作，还有一些笔试方面，这些就相对就弱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任务啊是以个人为主的，那这批天秤呢，可以在12月让人感觉很优异啊，艳压各方，很有个人的风格特点，有你自己的一些时尚感，大家都夸你好漂亮啊、好棒啊，是不太能够被别人超越的。但是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涉及到跟他人的对接、交接，或者是多人的合作参与，或者是需要天秤去匹配某一些岗位啊、某一些职责啊，也可能涉及到这种笔头文字类的一些东西，像这种的天秤就容易因为水逆和火逆而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甚至容易有一些人际是非啊。比如说明明你表现的是很好的，大家也都很认可，但是后面呢就是没有录用你，可能这个原因恰恰就是出在你过度好了，你跟别人太不一样了，他人可能就会担心天秤你是否能够很好的融入团体里面，或者是天秤你自己也不是太愿意去当一个配角，所以呢一碰到团体这种天秤的待遇各方面就会差别比较大，这点需要注意啊。那如果你是本月有这种面试、面谈，或者说你很想加入到某一个集体活动的天秤，那就需要表现出我虽然是很强很不同的，但是如果需要我配合，我也是可以融入的很好的。那这样的话会让这批天秤呢工作生活更顺利一些。如果没有太重要的团体活动的天秤，那12月呢可以重心放在自己个人的吃喝玩乐，还有一些休闲活动上，所以你怎么开心怎么来。集体活动和社交呢，你就不要期望太高或者是太强求，反而呢你能开心些度过这次水逆。读书方面呢，这次水逆对于天秤很好的影响是能够让你们重拾一些旧的知识、旧的兴趣，可能会把之前书翻出来看看啊，或者又会学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在答题和学知方面呢，12月天秤都应该更大胆、冒险、创新一些，你们此时就很有可能会学了就能用上，或者是学了就跟别人讲，这会促使天秤进步可以更快，可以试着去颠覆过去的自己啊，过去的一些学知的模式和体系。那财运方面呢，本月容易在这种交通啊、差旅啊、车子啊、电子产品啊、手续费啊、流程费啊、物流费啊等等方面花财，以及呢因为某一些优惠之类的东西而买入不必要的东西啊，要警惕这种消费陷阱。爱情来看呢，天秤本月的桃花运、人际运是非常旺的，既有机会跟这种老同学啊、老邻居啊、朋友啊、兄弟姐妹叙旧，也有机会和这种新人啊、网友啊、陌生人去聊，很吃得开啊。虽然不适合确立关系啊，但是可以享受当下这种比较浪漫、轻松的一些氛围，也是相当不错的。有子女的天秤的孩子，可能也是这个月有一些喜事，或者是很给你们长脸啊，甚至给你们带来这种幸运啊，或者让你们挺开心的。那美容调整呢，整个月其实都不是很适合啊，等一等会更好。那祝所有的天秤座12月人生海海不过尔尔，活出本色，不负我心。双鱼座受到水星和火星逆行的影响呢，近期要小心受伤，这里既包括身体真的受伤，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也包括情绪的受伤啊。这个水逆的影响在11月末10天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火星呢，则是整个12月1月都是在逆行状态的。那对于双鱼来说，就是情绪和健康这个时候都是重点。12月呢，其实工作和个人生活你们可以区分开来看。你的好消息是个人生活很丰富多彩，那挑战的地方就是在你的主业工作或者是核心任务上
上面现实的一些部分，很容易感觉受到限制，被人管着或者是压着，让双鱼不能这样啊，不能那样，有很多的条条框框，或者是很多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领导啊、同事啊、父母啊，也可能是来自于客户啊等等。总之会遇到那种喜欢教育人、说教人，喜欢做主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对象，那确实是有点讨厌的啊，让双鱼感觉到不那么自由。当然，之所以会那么管着，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就是双鱼很可能12月是有重要的项目或者是任务在开启当中，也可能是进行到很关键、很具体、繁琐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身边人就觉得需要帮着把控，需要盯着你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然后呢，双鱼自己也觉得说自己有责任把它做好，就给自己的一个期望也是比较高的，压力也比较大，就什么事情都要管，事无巨细。因此呢，方方面面来讲就有些敏感。找工作、升学校和考试来说，如果双鱼符合对方要求的资质，又吃苦耐劳、肯听话的话，那么被录用、被录取和通过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如果你的能力呀、资历呀、履历呀、背书不过关的话，此时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刷掉。所以呢，双鱼也可以评估一下自己是属于哪种。那虽然工作课业不是太轻松，但是双鱼12月非主业部分，或者说社交生活、网络生活还是搞得挺红红火火，可以风生水起一下的啊，也容易有意外的桃花和人气，跟人聊得特别好，可以有这种人际、人脉、资源圈的拓展，也有机会接触到比较上层的人，彼此之间不管年龄、背景、行业差异多大，都有种志趣相投的感觉。合作、合伙以及业务项目运是不错的，可能会在后续打开双鱼的另外一些事业赚财的一些潜力，跟领导也会靠得比较近。那工作读书当中呢，12月双鱼尽量避免自己做决定啊，那很容易出问题，都来找你，或者说被追责，也不要只找领导或者是只找核心成员讨论，要团体尽可能多的人一块开会啊，就拉大家一块去做事、去担责、去出镜，到哪都尽量不要是双鱼自己一个人。这样的一方面，你就不容易被盯上了责任啊，或者是你的工作啊，就能够分出去一部分。那另外一方面呢，取得实际的工作读书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就是人越多，这个效果越好。爱情和人际方面呢，有伴侣的双鱼容易在每日的这种衣食住行上面彼此闹意见，或者是有一些不合啊，而且要特别注意受到水逆和火逆的影响，你们容易在长辈或者是人前可能就是有这种甩脸子，就当人面可能就吵起来了。不过好的地方是因为有别人在，也容易劝和，或者说你们就是觉得说，哎，那就算了算了。那单身的双鱼呢，本月有机会被介绍对象，或者是因为工作健康而结识到桃花，以及被人就是撮合啊，其中呢会有可发展的正缘类型，可以留意一下。有的双鱼呢，本月感情关系也容易迈入到下一个新阶段，比如说2人变3人、3人变4人这种，或者是结婚啊、举办婚礼啊、纪念日等等的，能够看到一些祝福欢庆的场景。感情的一些抉择上面呢，也可以多广纳谏言，就大家都说好的，都推你的，那就值得一试。身旁人不认可的，大概率也不是什么好人或者是好的感情。另外呢，12月水逆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沟通口舌、写作、物流运输、交通外出、物品的损坏、遗失、走丢、迷路啊、破财啊、受伤啊、健康等等方面，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所有人的领域。那财运方面呢，有一些连带的好运气啊，比如说因为你是谁的朋友啦、谁的合作方、谁的合伙人，或者说因为你是某某的一个关系户，而顺带的你就能够被请客、被介绍到项目或者被邀请去干嘛的，从而让双鱼获得物质或者实际的一些好处啊，或者是一些资源。那个人自己单独的部分来说就比较正常，或者说受到水逆的一个影响啊，干的不如赚的多，就是活多，但是收入可能没有匹配到位。那美容调整呢，本月是不适合的啊，双鱼也尽量别去换发型啊、换造型啊，可以等到12月末那一周到1月份再说。那祝所有的双鱼座12月平安无事、无灾无痛、谈天说地、广结善缘，好运啦！我是艾达帆老师，用心理心学引导更棒的生活，拜拜。